云霄仙子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转身注视着李长寿的这一具老神仙皮的指道人，柔声道：多谢道友点拨，今日之恩情，还请容我兄妹慢慢报答。琼霄、碧霄，看在这位南海海神道友为你们二人说情的份上，姐姐这次不多罚你们，各自禁足9000年便是。碧霄头一歪，弱弱地道了一句：大姐，这好像不关我事。那你跪下作甚？云霄拿出了大姐之威严，正色道：既你心虚，必有前因。碧霄悠悠一叹，坐在那儿摆出了与琼霄同款表情，生无可恋。侧旁李长寿温和一笑，尽显高深莫测。虽然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，但是效果似乎出乎意料的不错。那就将初心二字也收入严语类底牌库吧。李长寿还有些不放心，又叮嘱了一句：公明道友，今后若非必要，切记不可再做这般事了。说1000道1万，碰人这事终究只是以强凌弱，非道友这般道门高人可做。哎，让海神你费心了。赵公明面露惭色：是我贪了一时玩乐，忘却了大道本真，还要让海神你来三仙岛走一趟。多亏道友这一行啊，不然我恐会迷乱了道心，失了向道之念，辜负了老师的教诲与期许。倒也不用说的这么严重。他只是怕赵公明和琼霄再神不知鬼不觉搞出一些下蚊子之事，为他这个最初提供碰瓷儿方案之人惹出更大的因果。看一眼郁闷的琼霄和碧霄，虽然觉得此事还有些许隐患，但是今日自己做的确实是已经够多的了，过犹恐不及。问题是，李长寿看着地上跪伏的汉子，嘴角略微抽搐了几下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二教主的差点前女友怎么就在此地了？真仙境炼气士怎么就跟2个能够随意掀翻大罗的高手搅和到一块了呢？这是什么福缘？这是哪般运道？不过我好像也不错哈，还没有修成金仙，已经跟人教大法师组过队，看过圣人老爷传过来的一部小电影。嘿，该不会汉子真就是那个有毒的汉之仙？正因为赵公明和琼霄碰瓷儿需要人手，才跟三霄混熟，从而留在三仙岛上修行了吧？那我此时若是出言说几句话，将汉子弄走，那三霄的命途岂非不用那般凄惨了？李长寿的心底刚冒出这个念头，思量都没思量就直接掐灭了。不止如此，还在心底挖了一个坑，将这个念头的灰烬埋了进去，烙印了18道封禁。在洪荒这种地方，顾好自身那都是千难万难，多管闲事就是自寻死路。更何况只是一次偶然碰瓷儿闻道人，都让圣人察觉到未来之事可能会有改变，立刻做出了反应。认识汉子的是渡仙门弟子李长寿，与南海海神无关。李长寿的心底叹了一口气，对云霄、赵公明以及琼霄、碧霄行了道揖，道：此事已了，我也不便多待，这就告辞了。云霄柔声道：道友何不歇息歇息再离开，也好让我姐妹尽一尽地主之谊。此地着实不宜久留，满满的都是大因果，还是尽早脱身为妙。李长寿推说自己还有要事，赵公明却道：三位妹妹，我去送海神道友，也就回峨眉山闭关思过了。当下这位大佬与李长寿一同与三霄告别，离了三仙岛。云霄下云，送大哥和海神出了那千里云墙。李长寿临走之前，云霄还不忘传声：道友，此次人情，今后云霄定会有所报。
道友也不必担心后事。我这2位妹妹虽说顽皮，却也并非不明事理。他们对道友若有丝毫记恨，我定不会放他们离开三仙岛半步。李长寿闻言，心底又是一阵感慨，转身看着站在云端的这位仙子，这才是正常的道门大手子。哇，跟我那洒脱随性的大法师未免也太般配了。哎呀，必须得找一个借口，让自己别生出一些要命的念头啊！这种念头不能再有了，不能再有了。李长寿又对云霄做了一个道揖，结束了这一次来去匆匆的三仙岛之旅。等云霄飞回了云墙内，赵公明明显是松了一口气。李长寿担心赵大爷变脸责难，立刻抢占话语先机，道一句：前辈，你可害苦我矣。赵公明顿时有些疑惑不解，看着李长寿关切地问了一句：这是怎么了？嘘。李长寿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赵大爷立刻明了，扭头瞧脸三仙岛，一把拉住李长寿这具纸刀人的胳膊，驾云朝着南赡部洲赶去。等2个人离开三仙岛10万里，赵公明舒了一口气，顿时恢复成了平日里那英武潇洒的气质。李长寿见状，心底暗笑，自己灵机一动来找云霄仙子，当真是找对了赵公明和琼霄的克星。道友为何对令妹这般忌惮呢？哎呀，这自家妹子能说忌惮吗？赵公明抚须而笑，只是有那么一点怕而已。李长寿差点闪了腰，笑道：哦，这是为何？道友是大哥才对啊。赵公明摇摇头，传声道：主要是我这位二妹太过古板，又有些固执。老师当年在碧游宫讲道时，因一些细致之处讲得模糊了一些，他便要时刻追问，每每都让老师束手无策。这虽说也是好事吧，但有时候又不懂得变通，凡事认死理儿。而且我二妹一旦认准什么事儿，那是拼了性命也要去做到的。她一心追求大道，远古时修为尚远不如我，但如今修为比我都高了一截更是能比肩多宝师兄，十分了得。李长寿缓缓点头，果然是人无完人。云霄这种较真儿的性情也确实是有些吓人。赵公明话音一转，抚须问道：道友刚才说害苦了道友，可是出了什么问题呀？不错。李长寿摇摇头，此前道友你所碰之人牵扯出了诸多因果，我也深陷其中，几乎难以自拔。具体如何，因牵扯我人教之事，我也不便多说，还请道友勿怪。赵公明面露愧色，双手抱拳，对李长寿躬身行礼。公明在此赔礼了，不曾想竟让道友受此牵连。李长寿也连忙还礼：道友您是我前辈，不可这般。赵公明正色道：不，你我平辈论交，何谈前辈后辈道友还请莫要羞煞了我，你我意气相投，互相引为知己，这也是一段佳话。若道友你还这般见外，那咱们就回三仙岛去，让3位妹妹做个见证，我与你正式结交，如何呀？不如何，打扰，告辞，请尽快相忘于江湖。这位今后的财神爷是真的憨，还是有意要报复我？非要拉我下水，今后一同惨死上封神榜不成？尤其是今日领教了三霄姐妹的手段性情，确认过眼神，是上头之后就敢对圣人的狠人。李长寿虽然对云霄十分的欣赏，但也只是欣赏，现在恨不得离三仙岛和这个赵公明能有多远就多远。心念一动，李长寿叹道：道友，
我虽也想与你平辈交论，但是云霄仙子所说不错，规矩便是规矩，辈分就是辈分。赵公明顿时眨眨眼，这是我二妹说的？不错。哎呀，这个……赵公明沉吟2声，笑道：那这样，以后我称呼你为海神，你称呼我做前辈道友都可。以后当着我二妹的面，你称呼我一声前辈就是了。李长寿的心底一阵哑然，云霄仙子可是对赵公明做过什么？这赵大爷从新起来的样子，倒也十分有趣啊。赵公明驾云将李长寿这一具化身送回了海神庙中，才朝着中神州而去。临走前，赵公明也报上了自家洞府，就是在中神州东南部峨眉山罗浮洞，让李长寿有空了就去他洞府做客玩耍。这峨眉山是洪荒之中的一处洞天福地，不止赵公明，还有不少高人在那儿隐居，与李长寿上辈子所听闻的峨眉山并非是同一处所在。目送赵公明驾云远去，李长寿的心底也有些唏嘘。虽然三仙岛一行让琼霄和碧霄可能对他有了一点点小意见，但是这比起赵公明、琼霄、汉芷3人组在外面胡乱碰瓷儿所能产生的隐患，这俩姐妹的小意见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给老师打小报告着，最多是被打一顿，总不至于因为这个被杀吧？若是哪一天琼霄和碧霄找上门来，自己自扬一句指道人便是了呗。李长寿将指道人归于弟弟，心神大半回归本身，坐在渡仙门宝船后角落，计算着回家的距离。老规矩，先总结再反思，而后吸取经验教训。这件事之后，自己跟赵公明和三霄应该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暂时没有了纠葛。意外得知了赵大爷的弱点，今后说不准能用得上。又想到了汉芷之事，李长寿的心底不由得一阵感慨，世事之奇妙啊！也或许汉芷和三霄本就冥冥中有缘法，此事也只是让他们提前相识了。公明三霄，云霄指温柔恬静，守规守矩；琼霄指聪慧狡猾，胆大包天；碧霄指古灵精怪，肆意妄为。赵公明意外是一个具媚之人。抛开因果与今后之事，李长寿的心底还是有些开心的。原本他一直担心自己修为高深之后，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，变得只存道性，而少了许多作为人的乐趣。但是有这几个活生生的例子，李长寿的心底也没有了这方面的担忧。实力是实力，性格是性格，有血有肉，有情有性，长生才可算是幸事，不然只是道之傀儡，无甚乐趣可言。赵公明有3位性格迥异的妹妹，李长寿倒也不羡慕，毕竟他有自家的小师妹嘛。罢了，别等回去的时候再看了，现在就看看灵娥在做什么，然后决定回去给她颁发什么奖励吧。李长寿开启灵娥身旁的指道人，仙石环绕在灵娥的身周，顿时也是一愣，灵娥竟然在修行。李长寿的心底不免有些失望，倒也遵守诺言，决定回去就传灵娥减脂成人的原版神通。看来不只是灵兽圈要扩大养殖规模，也要多栽一些灵树才行了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出门时听到的山门钟声急促沉重，满是紧张感。回到渡仙门山门，李长寿听到的钟声竟是如此的轻快，轻快中还带着少许婉转，婉转中又有着些许骚动。清晨时，宝船抵达山门前，各位留守山门的长老与各峰峰主仙苗都外出迎接。小琼峰的峰主卓仙奇缘与小琼峰顺位第3号人物灵娥安安静静地待在角落中。
待宝船停稳，关闭周遭防护阵法，掌门与众长老一同现身，众门人弟子齐齐行礼。紧接着，灵儿看到了混在归来弟子中的自家师兄，一颗芳心顿时落魂，那张美丽灵秀的脸蛋儿也止不住露出了笑意。灵儿刚想对师兄挥手，心底突然飘起了稳字经警告，顿时乖巧地站在那儿，抬头望着天空。突然间，灵儿眼前多了一堵高墙，天空被挡住大半。灵儿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什么反应，一张可爱的少女脸蛋儿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中。呀，这巨石像上怎的长了一颗人脑袋？灵儿还好是被师兄一手带大，心理素质倒也不错，下意识的就露出了礼貌的笑意，并未立刻躲闪。一旁，李长寿正在对齐元老道做道揖：“弟子拜见师父。”齐元老道温声道：“好，这次出去可有所得？”“啊，弟子遵师父教诲，所得甚多。”李长寿轻笑着答了一句，又指着一旁的熊灵丽：“师父，这是我表妹，也是咱们掌门刚收的记名弟子，弟子想安排她在咱们小琼峰上常住修行。”齐元老道精神一振，看着熊灵丽，连忙传声问自己的大徒弟：“这可是掌门的记名弟子，咱们峰上一穷二白，这合适吗？这？”李长寿给师父一个万事有我的目光，齐元老道顿时没了疑虑，向前跟熊灵丽寒暄两句。熊灵丽早就得了李长寿的叮嘱，此刻像模像样的行礼，道一句：“齐元师兄，以后多多关照。”齐元老道连说护关护关，